Hello，大家好啊！这回的话跟大家详细聊一聊这个 Zero 的问题啊。我现在讲的这个 Zero 呢，其实假设定义你这个人在中国，但是你又去不了美国啊，那你这样想去开个 Zero 啊，那么我一句话就说明白吧啊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个美国银行账户啊，没有美国银行账户的话，你开通不了的啊。即使你有美国银行账户，也不是100%有的，但是呢。大部分美国银行啊都是支持 Zero 的啊，比如说不用说了嘛，那美国银行的 BOA 啊，那个富国银行啊、华美银行肯定是支持的啊。那么比如说啊，那个汇丰银行啊，汇丰银行虽然说名声很大，但是在美国呢，这个业务呢其实不是特别大啊，它的主要业务呢还是在香港啊。那汇丰银行是不支持 Zero 的啊。今天呢还是讲这个华美银行吧。好，华美银行的话，其实呢，我之前也做过个介绍啊，但是呢，后面改了一些规则啊，比如说啊，华美个户开设啊，公户开设，呃，有一些朋友吧，其实做跨境电商啊比较多，那么看你收款量多不多，如果说你每天有很多陌生人给你打款啊，金额还不等的，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啊，笔数又多，金额又不等，那我建议你还是开个华美公户吧啊，公户等一下我再说，先说个户吧啊，比如说你可能是做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客户啊，他是做亚马逊去库存的啊，去库存这种跨境电商，可能笔数不是很多，但金额比较大啊，金额可能是2、3千美金啊一笔，但是呢一个月可能收个4笔啊3笔这种，那这种情况的话，他需要 Zero 啊收款。那么 Zero 的好处呢，就是零手续费啊，无论是个户、公户都是零手续费。那金额大一点其实没关系啊，你个户啊，其实 Zero 的话，笔数少的话，问题不是很大。最怕的是你这个个户啊，本身原则上你就个人使用，而不是商业使用。所以说呢，导致啊，虽然说有 Zero 啊，Zero 的话，它其实也分个人账户跟这个商业账户啊，它其实是跟你的银行的支票账户是绑定的。那么比如说你在华美银行有个户的话，那么你就打开这个 APP，你就自动啊就有这个 Zero 的选项的啊，它里面 APP 里面自带的，所以说你也不用再去注册啊干嘛的，不用下载那个 Zero 的 APP 啊，那个几乎没人用啊，大家都是用银行内部的 APP 的。好，那么再说回来啊，那么个户里面的这个 Zero 呢，其实呢原则上的话是给你 AA 制使用的啊，平常就是个人使用啊。收爸妈的款项啊，收朋友的款项啊，这种不是交易类型的啊。你这种交易类型的话，说实话都不太建议啊。但是呢，也没办法，其实在美国那边啊，美国人也在用啊。有些时候，那比如说我卖二手货啊，像我朋友卖二手货的话，搬家了卖二手货，他也用 Zero 收款啊，这很正常。但是呢，他卖二手货的时候，他也发现了 Zero 有些问题，他可能识别出来这个交易是一种商业交易，可能会给你延迟到账啊。那么如果说你笔数又多，金额又不等啊，这个交易的人员又是啊七七八八的，如果说你固定的这个几个交易的话，其实他还会把这些人当成一个朋友啊，所以说你个户用来不是很大啊。那么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，他说一个星期啊在华美使用啊，一个星期收10笔啊，暂时没发现问题啊，一个星期收10笔啊，其实也不是很多啊。那如果说一天收10笔的话，那你100%需要华美公户了啊。华美公户的话，首先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香港公司，那么最好的话用美国公司啊。香港公司如果说你有嘛，就不用开一个美国公司啊，这个省钱嘛，对吧？然后如果说你什么公司都没有啊，那么你就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啊。注册一个美国公司，说实话，其实比注册香港公司跟中国公司都简单，只要远程开户就行了。但是前提啊，无论是你开公户还是个户啊，都是需要有护照啊，包括视频见证。这个方法啊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这个必须要见证，否则的话啊，别人冒充你啊去帮你开个户啊，做一些违法事情，那就不对了嘛，对吧？那海外公司的话，其实网上也有这么零元注册这种的话，其实如果说你懂行的话可以啊，但是不懂行的话，我建议你不要去用啊。你想想看啊，真的会有零元吗？啊，其实后续的话，它有些费用的话是会给你加上去的，一样的啊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如果说在这家办的话啊，那你海外公司注册的话，大概在3000元人民币左右啊。地址啊、秘书服务啊、收信啊这些 BOI 备案啊，那么办理时间的话，大概是2到3周啊。2到3周呢，主要原因呢是这个美国国税局啊 IRS 这个的话，它是需要14个工作日批一下你的税号啊。没有税号的话，你这个华美公户也不用开了啊。你开公户啊，必须要有税号才能开公户。公户的话，说白了是商业银行账户啊。那么这个商业银行账户的话，
你就自动默认获得一个商业的 Zelle 账户啊，你不用去下载 Zelle APP 的。我再说明一次啊，你就在华美银行的 APP 里面就有看到这个 Zelle 的按钮，你点进去登记一下就可以了，你就有商业这个 Zelle 账户的。而且啊 ，Zelle 为了打败这个相关的，比如说类似 Cash App 啊、PayPal 啊这种Venmo 啊，是吧？这种第三方支付的啊，这种平台啊，它其实呢是一直现在是零费率啊，是吧？零费率，你哪怕商家他都不收你钱啊，这一点的话真的非常好啊。所以说呢，现在也是羊毛期间嘛。不过呢，迟早某一天啊，等它这个市场做大之后啊，用户习惯产生之后，肯定是会有费率的，不然的话，这公司没法运营下去啊。那么你想想看，这个 Zelle 的话，它能跟那么多银行合作，甚至把它 APP 嵌入到这个银行内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它还是很有实力的啊，真的很有实力。那如果说你有这个商业的这个 Zelle 账户的话，那你一天收的笔数问题不大了啊，这个就问题不大了。其实呢，我也知道啊，其实很多朋友的话，他是做这种私域的跨境电商啊，其实 Zelle 是个非常好的这种收款方式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 Zelle 的话零手续费啊，第二个的话，用户的话他是不能主动去退款的啊。第三点的话，它是不是用信用卡去交易的啊？信用卡的话，它撤回啊，或者说未授权啊、盗刷啊，Zelle 的话，其实它是用它的这个银行卡的支票账户的余额，就银行卡互相转账啊，通过这个程序，那类似的香港的有 FPS 嘛啊一样的。那么最后说一点啊，刚才说的这个美国公司注册啊，大概3000块左右。那么其实华美的公户一般来说，如果说你去问的话，很多地方都是需要这个激活金的。刚才我介绍那家供应商的话，它是不需要激活金啊，很多家都是需要激活金，1万刀、2万刀，很多都2万美金啊。那你说你开个银行账户，然后本身是奔着赚钱去的啊，结果要我存个2万美元进去啊，2万美元你还可能打不出去呢啊，汇款汇不出去呢，都有情况是吧？因为你是汇给公司的嘛啊，这个麻烦点啊。那所以说商业账户啊，它这个目前来开展的话，收费大约是8000多啊，8200加，但是也要看情况，因为每个业务类型不同啊。那么刚才这个美国公司注册3000多啊，3000多的话也要看州不同，每个州不同，它价格也不同的，有些州会贵一点啊。你也知道这个房价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上海注册公司啊，静安区跟崇明区注册公司完全两个价啊，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有需要的朋友啊，可以上面找那个供应商啊。你要走 Zelle 啊，这个不得不走这条路的。如果说你收的笔数少，那你可以走个个户啊，但是个户办理周期很长啊，目前要排队。那么华美这个，如果说你从零开始到拿到 Zelle 商业账户的话，大约啊需要4到6周啊，其实可能会更快啊。快的话，办公司这块是没办法的啊，办银行这块的话，毕竟银行是属于商业机构嘛啊，跟那个衙门是不一样的啊，衙门那边14个工作日是少不了的啊。可能会少于4到6周啊，4到6，但最快3到3周吧啊，最快3周了啊。